报，誓不为人。那些害死你们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水晶的画面定格在我那双燃烧着仇恨的眼睛上。斩仙台一片死寂，净念菩萨的声音适时响起，充满了伪善的痛心疾首。诸位都看到了，他本性纯良，若能放下仇恨，一心向善，未必不能有所成就。可他偏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为了复仇不择手段，这便是他堕入魔道的开端。他与我佛门为敌，正是因为我佛讲究慈悲放下，与他心中执念背道而驰。此等心已成魔之辈，若不将其形神俱灭，便是对三界众生的不负责任。这番颠倒黑白的屁话，终于点燃了我最后的理智。我操你母的慈悲！我爹娘被人像杀鸡一样宰了，你他妈让我放下！我一个7岁的孩子，亲手埋了我的爹娘，你他妈的让我放下！我问你，那几个畜生杀人的时候，佛在哪里？我爹娘惨死的时候，慈悲又在哪里？现在你站在这里，宝相庄严，跟我说冤冤相报何时了？我朝着整个西方教发出了最怨毒的咆哮。我告诉你们，只要我陆凡还有一口气在，这仇我就报定了。杀我父母者，我必杀之；包庇凶徒者，我必灭其满门。你们的慈悲就留着去超度你们自己吧。全场死寂，所有神佛都惊呆了。净念菩萨气得浑身发抖，面目狰狞地指着我：你当真罪该万死，包庇凶徒？太白金星那个老头抓住了重点，抚须问道：此话怎讲？莫非另有隐情？闻言，我爆发出一阵狂笑。隐情？哈哈哈，哪有什么隐情？只有我和那帮秃驴不死不休的血海深仇。我止住笑，声音冰冷地叙述：父母死后，我远渡重洋，拜师学艺，苦修10年。待我一程归来，第一件事就是将当年那伙强盗一个个揪出来，砍了他们的脑袋，祭奠我父母在天之灵。只可惜那个独眼龙的头子提前跑了，我一路追杀，眼看就要将他手刃。你们猜他跑去了哪里？我的目光如刀，直刺净念菩萨。他跑回了我们村东头，跑进了那座寺庙里。他跪在佛前，剃了头发，说要放下屠刀，皈依我佛。可笑的是，那庙里的住持竟然真的收下了他，还给他取了个法号叫会悟。他悟了什么？悟了杀人放火之后，只要躲进佛门，就能一笔勾销吗？我提剑上门，要他们交出凶手，他们却拦着我，说什么佛门清净地，不可妄动杀念，说什么他既已皈依，前尘往事便如云烟。我呸！我狠狠啐了一口血沫。我爹娘惨死的时候，他们怎么不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不听他们那些狗屁经文，强闯山门，那群秃驴竟然结成阵法，层层叠叠地护住那个杀人凶手，嘴里还念叨着要度化我。我笑了，度化我？行啊，我先送你们去见佛祖。多亏我学艺有成，区区一个凡间阵法根本拦不住我。我震破冲进大殿，一剑就剁下了那独眼龙的脑袋，仇报了。可我没想到，打了小的竟然真的来了老的。那庙里的和尚捏碎了一道玉符，很快犀牛贺州的罗汉就降临了，说我杀性太重，要把我镇压在佛前100年。我当然不干，于是便打了起来。我杀了罗汉，他们便来了菩萨；我伤了菩萨，他们便来了更多的佛陀。他们口口声声说我罪孽深重，要度化我，一路从南赡部洲追杀到犀牛贺州。我陆凡烂命一条，死则死矣，岂能任由他们摆布？他们要杀我，我便杀回去，杀一个够本，杀2个有赚。我从南杀到西，杀得天昏地，杀得血流成河，最后力竭被擒，就到了这斩仙台上。我说完了，斩仙台上死一般寂静，众仙一个个表情僵硬，心中却翻起了滔天巨浪。那个为首的净念菩萨脸已经黑成了锅底，一派胡言。你可知你毁我寺庙上百座，杀我弟子信徒数千人，如此滔天杀业，还敢狡辩？嘶一声，周围的神仙倒吸一口凉气。上百座寺庙，数千僧侣，这小子是把犀牛贺州捅了个窟窿啊！本来还以为是西方教没事找事借题发挥，搞了半天人家这是被人在大本营里杀了个七进七出啊！但这杀业确实是中了点的，他们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这小子是真牛啊！净念菩萨冷哼一声，陆凡，事已至此，前因后果诸位仙友都已明了，你因一己私仇屠戮数千生灵，铁证如山，临死之前你可有半分忏悔？闻言我仰天大笑，忏悔？我为何要忏悔？我直视着净念菩萨，眼中只剩一片死寂的平静。我只恨自己修为不济，没能杀上灵山，掀了你们的大雷音寺。我只恨杀得太少，没能让你们这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都下去见我爹娘。我陆凡快意恩仇，此生无悔，要杀便杀，何必多言？我闭上眼，引颈带路。见此，孙悟空本已到了嘴边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他抓了抓脸颊，这一下却不是不耐烦，而是有些不知从何下手的棘手。这小子比俺老孙当年还狠，最关键的是他这态度，此生无悔，唯愿一死，没有半点转圜的余地，没有丝毫求饶的念头。他知道这是不好办。这时猪八戒又凑了过来，猴哥，这杀孽太重，咱要是开口就是跟整个西天对着干。哪吒战意昂然，冷哼一声，怕什么？他杀的是包庇凶手的秃驴，又不是什么好人。要我说，杀得好，他最恨的就是这种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伪善。孙悟空瞥了2人一眼，最后目光又落回斩仙台中央那个挺直的身影上。杀的是痛快，可命也要没了。等会儿看情况，要是真下令斩了，咱们3个一起去求个情，废了修为，打入轮回，总好过形神俱灭。净念菩萨却冷笑起来，想死没那么简单。他转向阎王，声音冰冷，继续放，我倒要让3界看看这个孽障究竟是从哪个邪魔外道呢学的这一身伤天害理的本事。阎王催动法力，夜报水镜再度亮起，光幕之中，孤单的我站了起来。我没有回头再看那座简陋的孤坟，走出了那片生我养我的贫瘠土地，走进了更为广阔也更为险恶的人间。我成了一个小乞丐，在繁华的城镇里与野狗抢食，在城隍庙的神像脚下蜷缩过冬。我看尽了人间的恶，也感受过一丝转瞬即逝的善。曾有一个卖饼的老妇人，她总会偷偷在我睡着的墙角放上一个还温热的饼，可那老妇人最终却被当地的泼皮无赖活活打死，只因她不愿缴纳翻了3倍的孝敬钱。那个小小的温热的饼成了我记忆里最后的温暖。从那天起，我的世界只剩下仇恨的火焰。我需要力量，足以焚
尽一切不公的力量。为了寻找力量，我开始四处流浪，打听哪里有能人异士，哪里有仙山洞府。几年后，在一个茶馆的角落，我听到了一个足以改变我一生的故事。说书先生正讲着几百年前的旧事，一个天生地养的妖猴如何拜师学艺，得了长生不老之法，又大闹龙宫抢了定海神针做兵器，更去地府勾销生死簿，闹的是三界不宁，最后打上天庭，10万天兵都奈何他不得。斩仙台上气氛顿时变得古怪，不少神仙的脸色都有些不自然，目光有意无意地瞟向那个金甲身影。那猴子却不在意，反而咧着嘴，一脸得意地用胳膊肘捅了捅身边的哪吒。听见没？讲的是俺老孙的威风史。茶馆里，说书先生话锋一转，一拍醒目，最后还是如来佛祖出手，一掌将那妖猴压在五行山下。这边告诉我们，做人切莫学那孙悟空，不知天高地厚，终究自食其果。满堂茶客尽皆附和，活该，放着神仙不做，非要造反。说到底还是个妖精，野性难驯，天庭待他不薄，封他做齐天大圣，他却要抢玉帝的宝座，真是狼心狗肺。他们的话像一根根针刺痛坐在角落的我，听着这些诋毁，我终于忍不住了。你们说的不对。整个茶馆瞬间安静，所有目光都聚集在我这个小乞丐身上。我抬起头迎着他们的目光，一字一句地说道：他没有错，天威何曾正眼看过他？地府凭什么勾一个长生不死的我？龙王许了兵器又反悔告状，算什么君子？天庭第一次招安，封他个弼马温，是招安还是羞辱？从头到尾都是天庭高高在上，视他为可以随意摆布的妖物。既然天不仁，他又何必敬天？我的声音越来越大，仿佛在替那个猴子，也在替我自己呐喊。他打上凌霄宝殿，要的不是那个宝座，他要的只是一个公道。斩仙台上死一般寂静，每一道目光都充满了复杂的审视。孙悟空自己也有点呆住了。500年前他大闹天宫，凭的是一股傲气和一身通天的本领，可他到底为了什么，连他自己都说不清。可直到此刻，他才听到了他当年想说却没能说出口的话，他要的只是一个公道。好，说得好。而净念菩萨却脸色阴沉，他本想用这水晶证明这陆凡师承邪魔，心性恶毒，结果却照出我一切行为的源头，竟是对斗战胜佛孙悟空的模仿与崇拜。这下他骑虎难下了，定着陆凡的罪就是打孙悟空的脸，说他对，那西方教死去的数千僧侣又该如何交代？僵局之中，净念菩萨终于开口，声音洪亮却难掩其中的机心。圣佛当年却有行差踏错之处，然佛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圣佛被镇压五行山下500年，痛定思痛，幡然醒悟，这才有后来皈依我佛，护送圣僧西行，历经9981难，最终勘破妄念，正得佛陀果位的功德圆满。此乃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是为3界浪子回头的最佳典范。如今的斗战胜佛，是我佛门的护法，是3界的楷模。紧接着他话锋一转，矛头直指于我。可此辽陆凡学的又是什么？他只学了圣佛的行，未学其神。他只学了当年的大闹天宫，却未学到后来的回头是岸。他这是东施效颦，画虎不成反类犬，将圣佛早已斩断的恶事奉为圭臬，早已堕入魔道。这番话说的滴水不漏，既捧高了如今的斗战胜佛，又将过去的齐天大圣打为错误示范，同时把我定死在学坏榜样的耻辱柱上，甚至还将孙悟空绑架上了他的战车。天庭众仙纷纷点头，这话术确实高明，连猪八戒都在小声附和。菩萨这话有水平，这下好了，猴哥跟那小子撇清了关系，咱们也不用为难了。哪吒皱着眉，凤目中闪动着不悦，他不喜欢这种颠倒黑白的巧言令色，可对方说的又句句在理，让他找不到反驳的缺口。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在孙悟空身上，看他如何回答这道送命题。出乎意料，他笑了，哈哈哈，菩萨，你不用跟我老孙指桑骂槐。孙悟空咧着嘴，眼神却锐利如初。俺老孙的路是自己走，他走的是他的路，我不会因他几句好听话就头脑发热，但也不会坐视不管。俺老孙也想知道，这份他以为的公道，究竟会把他带向何方？如果最后能留条性命，自然是最好。他这番话表明了他的态度，这人我保了。但按规矩来，继续看下去吧。他一摆手，对那净念菩萨做了个请的姿势。俺老孙也好奇，这小子究竟是从哪学了这一身本事？净念菩萨松了口气，只要孙悟空不当场翻脸，事情就还有余地。只要接下来的水镜能照出陆凡修炼魔功的铁证，谁也保不住他。光幕再次流转，我走出茶馆，眼神变得更加坚定。从听完齐天大圣的故事后，支撑我活下去的除了那份仇恨，多了一座名为孙悟空的灯塔。他为我的复仇指明了一个叫公道的方向。我开始更加疯狂地寻找仙缘，爬过千山，涉过万水，拜访过的所谓高人不计其数，却屡屡被骗，甚至曾险些被人抓去炼成药人，可我都活了下来。一个尘土飞扬的军中教场，数十名精壮的汉子在烈日下操练，而我也在其中。虽然身体单薄，但却有着远超常人的狠劲。我拜入了一位退隐老兵的门下，将劈、砍、刺撩练了上千上万遍。别人练武为强身，我练武只为杀人。仇恨是我最好的老师，他让我在短短3年内，便从一个单薄少年成长为能独自斩杀13名江湖刀客的青年高手。然而凡人的武艺终有极限，我亲眼见过有道人凭空咒杀凡人，也听闻过南疆妖物能口吐人言。我深刻的明白，想要报那血海深仇，凡俗的武力远远不够，武艺的尽头是仙法的开端。我必须求仙。我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见过饿殍遍野的灾年，也见过朱门酒肉臭的盛世。岁月将我的心智磨砺得如同万载玄冰，眼神却越发明亮。终于，我一路向东，跨过浩瀚的东海，来到了传说中的东胜神州。一踏上岸，一座直入云霄的仙山便吸引了我，那浓郁到化不开的灵气，仿佛在呼唤我。